大家好，还记得之前我有跟各位聊到说，如何去观察轮子跟车身的这个缝，然后可以进一步的去判断一台车的底盘有没有变形吗？那我们今天来副车架。其实为什么我会说从轮子的这个缝就可以去观察到一台车的底盘有没有跑掉？这样讲好了，绝大多数的车都会有前副车架，这个，我不知道这样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组为什么会有前副车架的存在？就是因为，引擎室，如果你们站在引擎室里面看的话，这一整只，这个叫大梁，就是台语讲的掐的。那下面那边这一只横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它有点是像我们这型车是有点 H 型，那个就是前副车架。然后为什么我刚刚会说几乎所有的车都会有前副车架？那是因为大梁在这边，然后避震塔在这边。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副车架的话，它的悬吊、它的底盘系统，譬如说下支臂啊那些东西会没有地方锁，所以几乎所有的车都会有前面的副车架。那相对的，我刚刚讲到说，一些下支臂，它都会锁在前副车架。如果你今天轮子遭受撞击的话，你可能叶子板这边没有撞到，或者是稍微歪掉，那个稍微钣金不用拆螺丝就可以去把它矫正回来。但是今天如果你是轮子遭受撞击的话，它会导致前副车架的位移，然后前副车架所有的锁点几乎都在大梁上。这只大梁，其实这样讲好了，一台车最坚硬的地方，除了 A、B、C 柱以外，前副车架跟大梁几乎是一样硬，甚至有可能比车室里面还硬。因为这样讲好了，一台车你就算有几百匹、上千匹的马力，你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底盘，一个坚固的底盘，你在行驶在操架上，你车身必须去接受所有地面传来的冲击啊，然后一些可能操架上的一些车体扭曲。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多数来讲，你去观察这个缝，或多或少都可以判断出一台车的底盘到底有没有跑掉。那有些车辆它并没有后副车架，你会去更换到前后副车架，表示它一定有变形。那变形是不是就代表它的锁点可能就产生了位移？因为这么坚硬的东西，你有办法让它变形的话，前后副应该这样讲好了，前后副车架的锁点绝对都是锁在车身最硬的地方，像前面就是锁大梁，后面的话就是锁在后面的大梁上。所以你如果前后副车架都有办法变形的话，那一定就是表示前后大梁有损坏。但是有些状况下，你从上面看，大梁都是好的哦，但是它下面的副车架锁点它可能是外翻，懂我讲的意思？它可能是板件被拉变形，你从上面看不出来，但是下面是整个变形的，这就会导致一台车开起来你会觉得怪怪的。像我有跟一位网友聊到，就是我之前碰过一台车，它就是那台车真的怎么看哦，叶子板螺丝像这些螺丝，有的时候它会去转动到，这个真的有时候是没办法避免。
所以基本上中古车在看它的重点就是大梁，就是要从上面去看一台车它到底有没有遭受过大碰撞。像水箱支架，现在很多水箱架都可以另外做更换。比较旧型的车的话，像我们这种车，它的水箱支架都是用焊接的，所以可以去观察它的焊点。但是现在新型的车，它的水箱支架是属于消耗品，所以就变成说，它用更换了你也看不出来啦。然后像之前我讲的那一片里面，我也有讲到，其实钣金这种东西，真的只要利润够，你肯花钱，老师傅绝对有办法做到看不出来。像我刚刚说，如果是轮子遭受到碰撞的话，如果真的就这么刚好只有撞到轮子的话，那真的你外表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因为轮子撞下去的话，它会影响到的就是最直接的就是传动轴，然后下支臂跟副车架。这样你应该可以去想象到说，我为什么会讲说，去观察轮子跟车身的缝隙，就可以大概去判断说一台车体有没有因为碰撞而产生变形。像我刚刚讲，我之前碰过那台车，就是它是右后轮被撞到，然后开起来你就会觉得有点像狗跟车。所谓的狗跟车，就是正常我来讲，我们在开车应该是直的嘛，车子这样直直的开，车体是直的，就等于是两条平行线。但是它在开的时候，有时候屁股会歪一边，然后是这样子跑，屁股歪一边的直直跑，那个就叫狗跟车。那我那次碰到它，就是怎么开，我就是觉得这台车怎么屁股怪怪的，然后后车厢打开看备胎坑什么，我全部都看，就是看不出来有碰撞，它连车身的那个板件胶都看不出来。它有遭受到大碰撞。像后面的话就是这边嘛，这边它都会有那个板件胶，都有打板件胶，那个真的都看不出来，因为它根本没有撞到那边啊。然后它直接变形的就是后面的车身，它就是后轮下支臂，因为它没有后副车架，它所有的下支臂都是锁在车身上，所以它是那边产生变形，就变成说屁股会歪一边。因为那件事情，我有去问过比较真的就是老师傅，他说那个是可以拉，问题是因为车身你一些下支臂锁在车身的话，相对那个部位的板件会比较厚，然后可能对钣金这份工作稍微有点概念的朋友会知道，金属是可以拉没有错，但是当你拉的那个板件厚度比较厚，硬度比较够的时候，你可以拉，但是你如果拉过头就推不回去了哦。所以老师傅会说可以拉，但是绝对拉不回原点，一定会稍微会跑掉，可以拉到很接近。其实说实在话，如果真的拉到很接近，那个就感觉不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一次会讲说，观察轮子跟车身的距离，大概就可以去判断说一台车有没有接受过碰撞。因为这种碰撞真的是你怎么看都看不出来。你看大梁，它根本没有撞到大梁，它是侧撞。然后你从上面看，它像我刚刚讲的，副车架可以拆，它可以去做更换。你副车架换掉以后，你从下面看副车架，它也没有变形，它可能如果它没有换副车架，除非是你拿绳子拿那个卷尺下去量，每个锁点下去量，对角量，才有办法量得出来它的变形。而且像
我说那台右后轮被撞到那台，它撞到下面，它直接下面就是往内缩，导致它的避震塔，它可能这个面有点变形，但是这个一敲就回去了，它连这个板件胶都不用动，它直接就把它敲回去，你根本就你从外表怎么看都看不出来，你从下面看你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说这个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谈啦，因为以前我开始弄底盘之前，我有做过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这样讲好了啦，有些碰撞真的你只要花得起钱，真的可以做到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要不然一大堆超跑，每次车祸啊碰撞啊，那为什么大家要赶快急着把车牌拔掉，把车牌盖住，就是这个原因。知道车牌就可以查到这台车的历史，但是当你不知道车牌，你只知道车型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知道说某台车，当然啦，除非全台湾就这么一台，或者说全世界就这么一台，然后有影片流出说，它在哪里遭受碰撞，那根本就不用看车牌啊，因为就只有那一台嘛。然后像国产车的话，一模一样的车型到处都是，你怎么去判断说这台车有没有严重事故？花钱就可以修得好，而且只要你肯花，可以修到你看不出来。唯一有可能你再怎么花钱，因为在台湾车身是不可以更换，引擎也不可以更换，当然除了一些水货车它本身就没有登记引擎号码以外，那些东西是都不能更换的。但是副车架它可以换，然后下支臂那些全部都可以换，但是你车架只要一变形，它就是一直存在在那边，你怎么敲，要么就是接近，要么就是过头。所以说这一点应该是看中古车最准的一点，应该这么说啦。其实一台车的灵魂是在底盘，你引擎的马力可以做，你当然除了一些真的是重度改装车，如果有在看国外改装车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国外现在很流行，就是它甚至可以牺牲掉大梁，但是它牺牲的大梁是副车架或引擎角的锁点之前，他们可以牺牲掉这一部分，就是因为为了要轻量化，或者说有特殊需求改成那个圆形的无缝钢管，甚至这一块内规也可以切掉。应该这样讲，我在回复那位朋友的回答里面，我有讲到一台车的车身最重要的点就是，譬如说前面好了，引擎角的锁点之后，像我们这台车就是这一颗之后，就这一颗开始，你可以前面稍微碰撞变形都没关系，但是这一颗之后绝对都不行变形。那一变形，那台车基本上就有点算是报销了。像这边也是那个锁点，那个锁点之前，这都可以做牺牲。然后这边切割也都无所谓。当然啦，如果一台车有切割过还要卖你行情价，那真的就是太夸张。但是如果因为锁点之前又产生切割，车价便宜了将近1/3，或者车价便宜将近一半，那个买真的是无所谓，因为那个只要能够保证锁点之后都没有变形的话，那个跟操控上根本就没有关联。然后后面也是一样，后面的副车架或者说你下支臂的锁点之后都不能变形，只要那个变形，那台车基本上就是报销了。可能可以开，是可以开，但是如果你对车辆有一定的要求的话，
你应该是没有人会去接受了，除非真的非常非常便宜。好啦，那今天这个一台车的底盘好坏，底盘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这几样哦。好，谢谢各位，拜拜。